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攜手王安宇演《狂流》拼翻身，卻因2大理由卡關，恐拍不成。在競爭日趨白熱化的電視劇市場中，一部劇能否順利落地，從來不只是演員點頭那麼簡單。近期，圍繞着《狂飆姐妹作》《狂流》的籌備進展，娛樂圈再度掀起討論熱潮，而站在風口浪尖上的正是譚松韻。從國民妹妹到轉型焦慮，從以家人之名的口碑高峰，到逍遙播出後的爭議不斷，譚松韻正站在人生與事業的關鍵岔路口。而原本被視為她翻身之作的《狂流》，卻在開機前頻頻受阻，甚至傳出恐怕拍不成的消息，引發外界高度關注。2025年，譚松韻首次挑戰仙俠題材，出演逍遙女主角。這部作品在開拍初期就自帶話題，35歲的譚松韻飾演17歲少女。從表演完成度來看，譚松韻的演技並未翻車，她對人物情緒的拿捏、哭戲的層次感，依舊保持着她一貫的穩定水準，甚至不少業內評價認為她的表演是逍遙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。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，觀眾對演得好已經不滿足了。隨着審美升級，角色年齡的真實感開始成為觀眾的重要評判標準。大量網友直言，不是演得不好，而是真的不像17歲。雙引號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譚松韻演少女仙俠劇年齡感迅速登上熱議關鍵詞，吐槽聲不絕於耳。這場爭議實際上並非針對個人，而是整個行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。但身處聚光燈下的譚松韻難免首當其衝。儘管逍遙口碑未達預期，但導演徐紀周卻對譚松韻的表現相當認可。作為現實主義題材的代表導演，徐紀周憑借《狂飆》一戰封神，也讓現實加強劇情成為近2年最具市場號召力的類型之一。事實上，《狂飆》從立項開始就被規劃為3部曲結構，《狂流》正是其中極為關鍵的一環。與仙俠題材截然不同，《狂流》主打現實主義犯罪與人性博弈，角色年齡、人物厚度與社會背景都更貼合譚松韻當下的實際狀態。這也是為何外界普遍認為《狂流》是譚松韻擺脫少女標籤的絕佳機會。據傳，徐紀周正是因為在逍遙合作中看到了譚松韻的可塑性，才主動邀請她加盟《狂流》，希望她在現實題材中完成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突破。在演員配置上，《狂流》一度被認為牌面不小。男主角方面，劇組已官宣由《小巷人家》走紅的王安宇出演。王安宇近年憑借現實題材不斷積累口碑，與《狂流》的氣質相當契合。更令人期待的是，早前傳出張頌文也將加盟《狂流》，飾演王安宇角色方逸林的叔叔關少傑。若成真，這將是張頌文繼《狂飆》後再度出演現實犯罪題材的重要角色。一個是爆款製造機張頌文，一個是上升期實力派王安宇，再加上急需轉型的譚松韻，《狂流》一度被視為下一個年度黑馬。然而，正是在這一關鍵節點，項目開始出現裂痕。據多方消息透露，張頌文在開機前夕臨時退出《狂流》。原因並未被官方說明，但在業內看來，這種級別演員的退出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。張頌文在《狂飆》後的商業價值和觀眾號召力毋庸置疑，他的缺席直接影響了項目的市場評估。更棘手的是，張頌文的角色並非普通配角，而是劇情關鍵人物。短時間內要找到一個在演技、咖位和觀眾認可度上都能接替的人選，並不容易。這也導致原定於去年12月開機的《狂流》被迫宣布延期。如果說演員問題是明面風險，那麼資金問題則是更深層的隱患。
在娛樂資本趨於理性的當下，投資方對項目的容錯率明顯降低。張頌文退出後，部分金主對項目回報預期產生動搖，選擇觀望甚至撤資。與此同時，劇組遲遲未官宣完整演員陣容，也讓外界對項目穩定性產生疑慮。有消息稱，部分投資方擔心主演存在變數，尤其是譚松韻是否會因檔期或其他原因退出，因此不願繼續加碼。演員未定，資金承壓，開機時間一再推遲，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，讓《狂流》的前景蒙上陰影。對譚松韻而言，《狂流》的意義早已超越一部普通作品，他需要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實題材代表作，來完成從青春系女主到成熟女性角色的過渡。她的演技從未被否定，但市場對她的角色定位正在變得愈發狹窄。狂流原本是她擺脫年齡爭議、重塑觀眾認知的重要契機。一旦項目流產，不僅意味着時間成本的浪費，也可能錯失一次關鍵轉型窗口。而對整個項目而言，若遲遲無法補齊演員、穩定資金，不排除最終被迫擱置甚至夭折的可能。不可忽視的一點是，狂流從立項之初就背負着狂飆姐妹作的光環與壓力。狂飆的成功，在為現實題材打開市場空間的同時，也無形中抬高了觀眾的期待值。觀眾不再滿足於類型相似，而是要求人物複雜度、敘事張力、社會隱喻層級全面升級。在這種高標準之下，狂流無論從劇本、選角還是制作規格，都容不得半點失誤。正因如此，投資方在項目風險評估上變得格外謹慎。一旦主演陣容出現變數，或核心演員的市場號召力發生變化，資金鏈就極易產生波動。這也是為何張頌文辭演後，項目迅速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。從業內角度看，張頌文的角色並非誰來都能演。一方面，這個角色與《狂飆》中高啟強體系存在情感與氣質上的延續，觀眾天然會進行對比；另一方面，該角色需要兼具生活質感、灰色人性與強烈戲劇張力，對演員表演層次要求極高。若選擇同等級演員，片酬與檔期將再次推高成本；若選擇咖位略低者，又難以說服投資方與觀眾。在這種兩難局面下，劇組遲遲無法官宣新演員，也就不足為奇。回到譚松韻本人，她目前正處於一個極為微妙的階段。從商業角度看，她仍是平台眼中的安全牌，國民度高，路人緣穩定，演技下線有保障。但從職業發展看，她若繼續在舒適區徘徊，標籤固化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劇。逍遙引發的爭議已經為她敲響警鐘，觀眾對永遠少女的包容度正在迅速下降。狂流之所以重要，正因為它是一張突破牌。一旦成功，它將徹底擺脫年齡質疑，邁入現實主義女演員序列；一旦失敗或流產，轉型窗口期可能被迫延後。對王安宇而言，狂流同樣意義重大。在小巷人家之後，他正處於從潛力股邁向扛劇演員的關鍵階段。現實題材是他最具優勢的賽道，而與徐紀周合作，無疑是一次重要背書。然而，項目遲遲不開機，也意味着他需要重新評估檔期與資源分配。在娛樂圈，等待成本同樣是一種消耗。如果狂流最終未能成型，其影響將是多層面的。對導演徐紀周而言，3部曲計劃將被迫重組；對平台而言，現實題材儲備出現空檔；對演員而言，轉型節點被打斷；對市場而言，又一次驗證了爆款不可複製的殘酷現實。這也是為何狂流的命運持續引發業內與觀眾的高度關注。結語：娛樂圈沒有理所當然的翻身仗。縱觀整個事件，狂流的困局並非個例，而是當下影視行業現實的縮影。
爆款之後，沒有人能穩坐安全區。轉型之路也從來不是一句想改變就能實現。對譚松韻來說，狂流是一場關鍵戰役；對整個項目來說，則是一場與現實博弈的耐心考驗。能否順利開機，能否湊齊陣容，能否穩住資金，仍有太多未知數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娛樂圈的每一次選擇都會被時間放大審視。狂流會不會真的狂流而下，還是逆流而上？答案尚未揭曉。目前狂流仍被期待於第2季度開機，但前提是能否找到合適演員替補張頌文，是否重新穩定投資結構，主創陣容是否最終敲定。在現實題材競爭激烈的當下，市場不會為任何人停下腳步。狂流是破局之作，還是半途折戟？譚松韻能否真正完成轉型？一切仍有待時間給出答案。